2026年3月24日，俄罗斯列宁格勒地区上空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紧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剧烈爆炸。这是二战以来列宁格勒第一次遭遇炸弹袭击。干出这件惊天大事的不是什么隐山轰炸机，也不是昂贵的高超音速导弹，而是一架民用轻型运动飞机 AR-2 胡佛。它带着一枚250公斤的 FAB-250飞了上千公里，砸在了俄罗斯的战略大动脉上。那么这架 AR-2 是怎么摸进俄罗斯大后方的？乌军使用民用轻型飞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乌军袭击俄罗斯大后方，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不过在武器选择上，基本都是用 UJ-22 或者海狸这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这玩意儿便宜是便宜，但有一个致命缺点，载弹量太小了，撑死也就带个20公斤的炸药，对于坚固的工业设施有些力不从心。AR-2 就不一样了，这原本是乌克兰本土设计的民用运动飞机，高尚单翼，3点式起落架，全金属结构，原本是为了让有钱人体验飞行乐趣的，能在简易跑道上随便起降，空重只有不到31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能达到600公斤。乌俄战争爆发后，乌军将其改装成了神风无人机，飞行员不需要，乘客座椅拆了，操纵杆和多余的仪表盘全扔了。这一通大扫除下来，腾出了将近200公斤的重量额度，拿来装炸药和燃油。列宁格勒距离乌克兰边境大概有900到1000公里 ，AR 民用版本的最大航程虽然有1100公里，但那是空载状态。现在挂着250公斤的炸弹，还要绕开防空网，甚至还要飞回来，这点油绝对不够看。于是乌克兰技术团队在原本乘客的位置上硬塞进去了一个100升的副油箱。AR-2 本来就极其省油，经济巡航速度在每小时150公里左右，1小时才烧10几升油，加上这100升，总续航时间直接飙升到了14到15个小时，足够它从乌克兰起飞，绕过白俄罗斯的防空识别区，从波罗的海方向悄悄没进列宁格勒。动力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么飞的问题。乌军给 AR-2 加装了高度自动化的飞行控制模块，让它具备了全自动驾驶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还在飞机上装了星链卫星终端，不仅能提供无延迟的远程遥控，还能实时监控俄罗斯雷达的开机状态，在天上随时走位，动态调整航线，哪里雷达没开机就往哪里钻。至于怎么躲过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AR 简直把低慢小这3个字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它是金属结构，但机身主要是铆接阳极氧化铝，控制面还是织物覆盖的，加上体型本来就小，飞行高度甚至能压到100米以下。在 S300 和 S400 的防空系统的雷达屏幕上，飞机产生的回波可能跟一群大鸟或者地面杂波没什么区别，根本没法锁定。等到飞临目标上空，乌军也没有搞什么复杂的精确制导，而是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水平投弹。乌军给它挂了一枚 FAB-250， 这可是苏联时期设计的，总重250公斤，里面装了99公斤的高能炸药，杀伤半径120米。原本是给战斗机挂载的，现在硬生生塞给了一架轻型飞机。虽然精度不行，但可以利用预先埋伏在目标附近的特种兵提供定位。自驾仪到达 GPS 坐标后，电子触发器直接松开机腹的挂钩。250公斤的炸弹靠着惯性砸下去，虽然精度比不上几十万美元的导弹，但用来砸面积巨大的油气港口已经是绰绰有余了。这次袭击，乌军可不是闭着眼睛乱扔的，他们精心挑选了2个致命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乌斯季卢加港，这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之一，专门负责出口原油、天然气和化肥。AR-2 投放的炸弹精准命中了诺瓦泰克公司旗下的天然气凝稀油分流设施，剧烈的爆炸当场引发冲天大火，连停靠在旁边的2艘油轮都被点燃了。这一炸，整个港口被迫全面停止作业。根据初步估算，俄罗斯波罗的海的原油出口能力瞬间暴跌了大概 40%。这里是俄罗斯影子舰队运转能源的核心节点，破坏了储油罐就等于掐断了俄罗斯换取战争经费的钱袋子。第2个目标更狠，维堡造船厂。当时船坞里正停着一艘即将完工的舰船——波尔加号破冰船，这可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最先进的23550型巡逻破冰船，排水量逼近9000吨。不仅破冰能力极强，还能挂载口径巡航导弹集装箱，是俄罗斯未来控制北极航道的核心王牌。结果呢，扔下了炸弹，炸毁了精密航电系统。这艘8500吨的巨舰向左倾斜了40度，建造计划被迫无限期推迟。即使抛开战术层面不谈，这次袭击列宁格勒在战略和心理层面的意义，甚至大过炸掉油库和破冰船。圣彼得堡和周边的列宁格勒州一直被俄罗斯民众视为最安全的绝对大后方。战争打了这么久，大家都觉得前线炮火连天，圣彼得堡依然可以岁月静好。
乌克兰这次不仅把炸弹扔了过去，还在舆论上疯狂供货，可以强调这是自2战列宁格勒保卫战以来，这片土地第一次遭到空袭。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有一个战略目的，那就是调虎离山。列宁格勒军区以前主要是防备北约，防空导弹大多面朝西北方向。谁能想到乌克兰的飞机会从南边绕过来？这一下暴露了防空网的定向漏洞。俄罗斯如果不想再挨炸，就必须从顿巴斯或者扎波罗热等前线把防空系统抽调回弹后方。前线的防空火力一旦减弱，乌军在前线就有了进一步反攻的机会。一架9万美元的飞机牵动了整个战局的防空部署，这买卖乌克兰可以说是赚麻了。吃了这么大的哑巴亏，俄罗斯也不可能咽下去，发起了疯狂的报复行动，堪称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动用了将近1000个空中打击目标，其中包括948架见证者系列无人机以及34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着基辅、利沃夫等11个州的基础设施展开了地毯式轰炸。这次报复不仅造成了大规模停电，还炸毁了不少文化遗产，目的很明确，打击乌克兰的士气。为了防止 A-2 这种小飞机再来偷家，普京授权像俄气、俄油这些大型能源企业的私营安保公司，可以使用军用级别的轻武器与反无人机装备。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的保安可能都得扛着防空机枪上班。同时，俄军开始在各大港口周围拼命部署铠甲 S1，但这又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铠甲系统在前线本来就不够用，现在还要往后方调。前线乌军的无人机和攻击机，这下恐怕做梦都要笑醒了。总的来说，这场空袭绝对是这场战争中的技术分水岭。乌克兰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仅能打到俄罗斯本土，还能用极低的成本持续不断的给俄罗斯放血。俄罗斯虽然一怒之下砸了上千发导弹去报复，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后方防空极度空虚的事实。列宁格勒不再是安全的避风港，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已经彻底改写了这场战争的版图。至于俄罗斯那些昂贵的防空系统，火力军建议还是赶紧升级一下底层算法吧，要不然下次飞过去的可能就不是 A-2， 而是改了自动驾驶的拖拉机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轰炸列宁格勒还会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